这个姐姐未免也太惨了，下班就在凌晨才回家就算了，刚一进门就一脚踏进魔法阵，被送到了异世界。一睁眼，周围一群男人围着她欢欣鼓舞，和她同样懵逼的还有旁边的小妹妹，看衣服他俩应该是同一个世界来的。这时一个红毛小哥咋咋呼呼走了进来，一上来先给小妹妹跪了：“你就是我们的圣女吗？”女主大惊失色，这剧情不对吧？那我呢？两个人被召唤到的是异世界的斯兰塔尼亚王国，这个世界存在一种能生出魔物的瘴气，尽管国王会定期派骑士团前去讨伐，但讨伐的速度远远比不上瘴气生成的速度。一般的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被称为圣女的女性，圣女的法术会消灭魔物，净化瘴气，她的力量能带来和平与安定。只不知道为什么召唤出了两个人，女主阿生越听越气，所以我不仅是买一送一附带的那个，现在回不去了是吧？王宫的官员跟他讲了一下这个国家现在面临的困境，为了他安全着想，希望他能在王宫适应一下再去宫外生活。阿生实在没有理由拒绝，毕竟他既不了解这个世界，也没什么谋生的手段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阿生就每天无所事事待在王宫，也就每天出去散步轻松一下了。这天他跑得稍微有些远，看到了一大片薰衣草田，感觉跟原本的世界薰衣草没什么两样。正在享受薰衣草香气的时候，一个小哥过来跟他搭话，听他说觉得这边很有趣，就开心的他自由参观了。其实这里的花草都是药水的材料，根据用法不同会有各种各样的效果。而这个名叫球球的小哥就是附近研究所的研究员，他热情的带阿生去参观了他的研究所。今天是阿生来到异世界过得最快乐充实的一天，一直到傍晚才哼着歌回到自己住的地方。之后的几天他一直往那边跑，连侍女都发现他脸上的笑容变多了。阿生见瞒不下去，就坦然的告诉他自己最近都是去药用植物研究所那边散步，而且他原本的世界也很喜欢香草和药草，不过研究所和他住地方太远是个问题。球球听完后就邀请他跟像自己一样在研究所住算了。刚好这是研究所的所长过来，得知阿生想要住下，问他要不要当研究员。反正阿生对药草有很浓厚的兴趣，兴奋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，当即就跑出去找侍女和一直负责关照自己的观音小哥说明了情况。侍女长还帮他收拾好了东西，从今天起阿生就要作为研究员在研究室生活了。所长直接指定让裘德带他，裘德将阿生带到了工作房，首先说明了一下制作万能药水的流程，往锅里加水煮开后放上药草叶子，一边熬煮一边注入魔力。到这一步就出现一个大问题，阿生根本不会魔法呀。裘德目瞪口呆，啥也不会你来干啥呀？这乃是贴心的为阿生做了个示范。注入魔力之后，药水逐渐变成了粉红色，虽然只是夏季药水，却让阿生赞叹不已。接下来裘德要教阿生如何操作魔力，刚到异世界找到工作就被同事摸着小手，阿生的脸瞬间红了一下。其实人家只是为了将自己的魔力传到他的手上，闭上眼睛仔细的感受，真的察觉到有魔力流过全身。成功之后就可以尝试制作药水了。锅里的水已经沸腾，阿生回忆着刚刚的感觉，想象将那股流动注入锅中。成功倒是成功了，可是裘德没说注入多少魔力啊。就在这时，所长一把拉住他的手，告诉他已经够了，并称赞他第一次做成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。从那之后，阿生就开始沉迷制作药水了，每天都窝在工坊里一瓶接着一瓶的做。没想到突然被同事找上门来，说是他制作的药水效果是普通药水的1.5倍，但他完全是按裘德教的方式做的，也没加什么东西啊。裘德观察了一下阿生的药水，同样没发现什么特别的，颜色也是夏季药水的颜色，药水越高级颜色就越深。不过就算是他们研究所也没人做得出上级药水，一直都是从外面采购的。找不出原因，阿生干脆不找了，就当是用他药水的人赚了吧。然后就开始缠着裘德让他教自己中级药水和上级药水的做法。不知不觉过去了3个月，没想到阿生还真的做出了上级药水，虽然成功率不高，到现在只出了3瓶，夏季药水的效率也跟着大大提升了。他的魔力好像是用不完一样，这样一来采药草的速度就跟不上他做的速度了。而且他做的药水不能拿到市面上卖，现在堆在仓库里。结果话音刚落，就有同事冲过来让他把所有恢复系药水都带上，说是第3骑士团讨伐魔物遭受重创，刚刚回到王宫，许多人遭受重伤，药水不够用，研究所赶紧把仓库的药水搬了出去。阿生也带着自己做出的高级药水跟着一起，到了之后直接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住，骑士们全都伤痕累累，辛点的包扎好在一旁休息，重的躺在地上昏迷不醒。他赶紧拿着药水去喂那些伤者，听到有人在讨论圣女大人，也就是那是和他一起被召唤过来的小妹妹。骑士们埋怨圣女大人派不上用场，连高级恢复魔法都使不出来。突然阿生听到所长喊自己，问他有没有高阶魔法药水。阿生赶紧拿着药水跑到了人群中，原来是第3骑士团重伤昏迷。阿生犹豫了一下，掏出了自己做的更高效的上级药水，上前喂给那位团长。然而失去意识的团长根本咽不下去，这种时候他竟然没有选择嘴对嘴，而是大喊一声给我喝。没想到团长还真的喝了下去，药水立刻见效，团长身上的伤口迅速消失。迷迷糊糊之中，他看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，接着放心睡了过去。结束之后，所长就向宰相汇报阿生身上的异常，他们都推测可能阿生才是真正的圣女。阿生在这次的救援事件中立了大功，所长说给他一个奖励。阿生毫不犹豫地选择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厨房，毕竟这里的食物他也吃不惯呢。所长一听阿生也会做饭，竟然厚着脸皮留下来说要尝一尝，作为报酬他会给出食材费。阿生就大展身手，做了一份香草烤鸡和沙拉套餐，用的香草其实外面种的药草。所长非常惊讶于他的做法，这让阿生有些怅然若失。他时不时会觉得这个地方很像自己原本的世界，但有时候会觉得相距甚远。终于喷香的烤鸡完美出炉，让所长吃得赞不绝口，希望他能把食谱交给研究所的厨师。这
这样大家以后就都能吃到这么美味的料理了。被召唤到异世界，不当剩女就当厨娘。阿胜原本就喜欢料理，之后一有时间就跟厨师们研究药草在料理中的使用方法。这天，裘德过来找他送一份文件，眼睛却一眨不眨盯着桌上的烤鸡。阿胜只好去了所长办公室，跟在所长交谈的就是上次那位第3骑士团团长霍克。虽然来到这个世界之后，阿胜已经见到了太多帅哥，但这位还是让他瞬间眼前一亮，心里直呼异世界真厉害呀！意识到自己盯人家看了太久，赶紧不好意思做了个自我介绍。霍克一直想回报阿胜的救命之恩，听说他想去森林里采草药，却担心遇到魔物，刚好他们骑士团过2天要去那边的森林讨伐，就过来问阿胜想不想跟着一起去。阿胜自然是求之不得，看到所长同意，就美滋滋跟着去了。和他一起的还有裘德。阿胜看到没见过的草药，就想凑上去看看。裘德提醒他不要乱跑，霍克就表示自己一直在看着阿胜呢。今天他们运气很好，走了这么久都没有遇到一只魔物。中午休息的时候，阿胜亲自为大家熬了药草参锦汤，连霍克喝了都赞不绝口。阿胜虽然开心的接受他的夸奖，却在心里吐槽为啥坐我旁边啊，然后悄悄往旁边挪了一下，没想到霍克紧跟着挪了过来，虚心阿胜请教里面放了哪些草药。这么温柔帅气的团长瞬间让阿胜红了脸，顶不住，根本顶不住。这一趟没遭遇什么危险就结束了。几天后，阿胜突然被所长叫过去，说第3骑士团前一天讨伐的时候展现出了比平时还要优越的战斗能力。他们探究原因后发现，很可能是午餐吃了某种颇具功效的食物。请问你有什么头绪吗？阿胜。很明显，阿胜派药水中多出来的5成功效也完完整整表现在料理上，所以这次所长提醒他以后别在别人面前展现料理，这种能力传上去对他不好。说完后就给阿胜放了个假。难得闲下来，阿胜就去了图书馆，并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漂亮像洋娃娃一样的女孩子。少女自我介绍叫伊丽莎白，不过2人并没有过多交流。阿胜看完魔法书就准备回研究所了。今天太阳有点大，图书馆离研究所有些远，还好碰到了骑马过来的霍克，主动提出可以带他一起回去，所以一把将阿胜拉到了马上，用怀抱的姿势保护他不掉下去。就这样慢悠悠骑马往研究所去。距离近的阿胜几乎能听到霍克的心跳声。2个人一边走一边聊，做完之后，霍克就经常从王宫送阿胜回去了。阿胜也在好几次在图书馆遇到了伊丽莎白，2个人聊得很来，现在已经能用昵称称呼对方了。这天，伊丽莎白突然意识到阿胜的皮肤好像越来越好了，跟他们这些经常保养的贵族千金完全不同。阿胜解释他用的是自己的化妆品，现在可以再带点。伊丽莎白就聊起了他们学校另一个贵族千金。事情的开端是最近转来一个女孩子和很多有婚约的男生走得很近，引起了他们未婚妻的不满。大家过来提醒过他，可那个女孩完全没有改善的意思，最后导致某位千金干脆不去上学了。再加上正值青春期，那个千金长了许多痘痘，治了很多方法都没治好。阿胜听说后觉得自己或许能帮上忙，回去后就开始研究治疗青春痘的药膏了。裘德看到又在忙活化妆品，忍不住称赞他来到这里之后变得越来越漂亮了。小伙子瞬间聊到阿胜满脸通红。几周后，阿胜终于做出了药膏，带着药膏一起去找伊丽莎白和那位千金，而千金却迟迟没接过去。他担心要是这个也不行，那自己的脸或许就没救了。伊丽莎白被直接拿起了化妆品涂在自己的手上替他试验，没想到刚抹上去瞬间见效，肌肤变得又光滑又细嫩。他将药膏放在尼克的手中，告诉他自己不想为了别人或是受别人影响，而是想为了自己欢笑，为了自己变美。尼克大受感动，也愿意收下那个药膏。几天后就托伊丽莎白给阿胜带来感谢信，那个化妆品也在千金中传开了。不过伊丽莎白觉得阿胜变漂亮的原因不只是那个化妆品，问他最近是不是坠入爱河了。哎呀，听说你和那位冰霜骑士同乘一匹马还有说有笑的呢，虽然没当上圣女，但是看来阿胜来趟异世界也不亏嘛。穿越异世界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？对于阿胜来说是不能泡脚。没想到异世界的夏天也这么热，阿胜抱着一个泡脚桶去找裘德，问他能不能变出冷水泡脚。虽然在这里女性裸露双腿很不雅观，裘德还是满足了阿胜的需求。没想到他还蹬鼻子上脸，让裘德再帮忙搞点冰块进去。可惜裘德不会冰属性魔法，不过冷水泡脚也很舒服。阿胜不再奢求什么了，结果剩美美泡脚的时候，霍克推门而入。看到这幅画面，立刻退了出去。阿胜再赶紧把房间收拾好，开门问团长有啥事儿。霍克是来邀请他明天一起逛街的。阿胜求之不得，两人约好明早见。王都的集市还是非常热闹的。霍克伸手将阿胜牵下了马车，却一直没有松手的意思。他走了一段路，阿胜在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又不好意思说，只能任由对方牵着走，因为一直在看摊子上的商品，差点被人撞到。多亏霍克及时把他揽进了怀里，温柔地提醒他不要离自己太远。阿胜呆呆应了一声，平时的机灵劲儿在面对霍克是完全展现不出来。到了中午，霍克买了2杯茶和2根串与阿胜一起分享，告诉他自己以前经常和所长偷溜出来逛街，还将10指数的嘴边请他保密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男人太会了，就他阿胜已经当了多年的无情无义的社畜也顶不住。尤其是在听到阿胜说茶水不够的时候，直接使用魔法帮他加了点冰块。原来霍克就会稀有的冰属性魔法。吃饱喝足后，两人继续在城镇里逛了起来。下午还走进一家饰品店，阿胜一眼就看中了一个价格高昂的美丽发饰，买又买不起，只能多看看了。回去的路上，不知不觉就靠着霍克宽厚的肩膀睡着了过去。快到研究所时，才被温柔的叫醒，瞬间羞红了脸。霍克一直把阿胜送到了研究所门口，等他要走时，又开口叫住了他，然后递上一个小礼物盒子，让他回房间的打开。说完就走了。
到房间以后，阿胜打开一看，竟然是自己看中的那个发饰，而且上面镶金的宝石看起来比货架上的更加耀眼，就像是霍克的湛蓝色眼眸一样。第二天，阿胜给所长送资料，被问到昨天和霍克约会怎么样，阿胜瞬间愣住了。什么？昨天那个叫约会吗？明明他们只是在城镇逛街吃饭而已啊！所长提醒阿胜，不管有空没空，人家骑士团团长才不会邀请一个不喜欢的人上街吧？这一下搞得阿胜有点慌张了，连忙问所长，这个国家分别送伴手礼也是正常的吧？说着将那个饰品掏了出来。所长一眼就看出了这个饰品不同凡响，非常肯定的告诉阿胜，霍克是绝对不会把饰品当成单纯的伴手礼送人的，搞得阿胜都不敢收了。所长表示他喜欢的话当然要留着。于是几天后，阿胜带着新发饰去图书馆了。丽莎白一眼就瞧出来肯定是霍克送的，毕竟这上面宝石的颜色和霍克的眼瞳一模一样。在这个国家，将自己和同色相同的物品送给心仪的女性是非常普遍的文化。听到伊丽莎白这么说，阿胜的脸瞬间红了起来。之后从裘端那里听说这个发饰还是附了魔的，但具体效果是什么就不知道了，因为会鉴定魔法的人很少，而且物品有附魔的价值有着天壤之别。所长得知阿胜对鉴定魔法感兴趣，当即带他去了宫廷魔导师团。魔导师拿了一些能附魔的盒，让阿胜在脑中想象希望附在上头的效果，然后将魔力投射上去。阿胜想了想，问对方属性魔法无效化能不能办到，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接过一颗盒，想着反正都要无效化了，干脆不限定魔物会使用的火属性，直接全属性魔法全减轻算了。结果刚开始想象，那枚盒就碎了。不得不说，异世界的帅哥是真的多。阿胜好不容易脱免了霍克的绝美外貌，又来了高岭之花的白毛靓仔。白毛听说阿胜想减轻全属性魔法，便告诉他刚刚那枚盒是支撑不住的，接着拿出另一枚盒递给他。这一次阿胜果然成功了，没想到接下来那个白毛不仅让他付出各种魔力，拿他当免费的工具人使了。最后阿胜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手搓钻石，这上面附着的是所有异常状态无效，同时提升魔法抗性跟物理防御的功能。成功之后顿时引起其他魔导师的惊呼。阿胜获得的报酬是他最初完成那颗附魔石。结果没几天，上次那位白毛导师又来研究所找他，说是他知道的附魔石的消息走漏到骑士团，骑士团委托的合魔导师都做不来，只能过来请阿胜帮忙了。阿胜听得一脸懵，反正对他来说不难，就直接答应了。幸好所长还记得替他争取报酬。就这样，阿胜跟着白毛去了宫廷魔导师团，毕竟有求于人，白毛连搬重物这种事情都亲自代劳。阿胜也不负他所托，一天就做完了这么多附魔石，而且每一颗都合格，品质还很好。这次的主动提出结束后给阿胜报酬，阿胜便请他介绍加工合石的店给自己，然后用自己附魔的合石做了一枚项链，跑去送给霍克当做回礼。他不停的介绍来掩饰内心的羞涩，没想到霍克直接单膝下跪亲吻他的手背，阿胜瞬间就傻了，连一天自己怎么回去的都不知道。另一边，所长和那位魔导师团的白毛副团长一起见了国王，汇报了阿胜身上的种种异常。光是圣属性魔法等级就等于匹敌师团长，甚至在那之上。至于阿胜究竟是不是圣女，他们国家只有师团长有能力进行人物鉴定，但师团长现在还没苏醒。这一天，阿胜正在给草药浇水，情不自禁想起了那天被霍克吻手背的场景。裘德过来直接把他吓了一跳，裘德让他帮忙送药水去给第3骑士团。阿胜只好带着药水过去了。听骑士们说，下次药水数量还要再翻1倍，因为他们要和第2骑士团合作讨伐葛修森林，也就是最危险的地方。第1骑士团向来不参与这种危险的讨伐行动，他们还要保护那位傲慢的大皇子呢。大皇子则只去最安全的东边森林练习，说是练级，其实那地方安全的练级都练不了。所有人都知道他肯定是为了圣女。来异世界这么久了，阿胜是第一次听说另一位小妹妹的消息。同时被召唤到异世界，有人立刻做圣女走上人生巅峰，也有人只能继续当社畜。不过阿胜从来没有羡慕过那个被选中的小妹妹。听说大皇子和亲信们片刻不离地照顾她，被当成掌上明珠一样对待，也没什么感觉，甚至幸好感慨她没事。然而第3骑士团这些骑士们看来，其实阿胜才像真正的圣女。阿胜心里也清楚8九不离10了，但他并不想立即公开这件事，等他们以后确认再说吧。他可舍不得现在的平静生活。阿胜一边想事情一边做药水，一不小心又做多了，被所长痛骂一顿赶了出去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阿胜想研究一下能不能做出超越高级药水的药草。之前他就已经查过很多了，但却没有太大的收获。伊丽莎白告诉他，进书库可能会有他想要的东西，可惜那地方不是他想进就能进的。这时阿胜看到了一本圣属性魔法，情不自禁拿下来开始阅读学习，翻了2页就宣布放弃，这实在是看不懂。一个红发男人出现在他身后，得知阿胜想学习魔法，就帮他挑了一本入门级的魔法书。这下阿胜终于能听懂了，听到面前男人自我介绍后，才认识到这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啊！气得当场就把手里的书给扔了。国王还为自己的大儿子当初对阿胜的无礼道歉，现在知道阿胜为这个国家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心里就更加过意不去，说什么要奖赏他。阿胜连连拒绝，他啥也不想要啊！尽管如此，国王还表示将会在公开场合再次向他致歉。阿胜是真的很害怕这些麻烦的事情，又没法拒绝国王。回去之后开始钻研魔法，切菜切到手指头的瞬间恢复了。
他正在做问品，打算逃往归类讨伐的骑士们做后赶紧去了王宫。刚进医院的时候，看起来大家都还好，还纷纷的感谢阿胜的药水和点心。看到他们生龙活虎的样子，阿胜也放心了。直到来到另一间病房，发现有个骑士竟然失去了一只手，而失去了手的骑士是没办法继续当骑士的。让失去肉体再生的圣水与魔法也不是没有，但是太难找了。骑士告诉阿胜，自己过段时间就要回老家了，因为他是从学院毕业进入骑士团的平民，一旦失去骑士军衔就不能待在王宫了。说着，骑士不甘心地捂住了脸，明明他还想为这个国家尽一份力啊。阿胜犹豫片刻之后，还是决定尝试一下。尽管他心里清楚，如果真的把这个骑士的手治好，所有人都会确定他才是真正的圣女，他也就没办法继续心安理得的悠闲度日了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将手放在那位骑士的胳膊上。一句治疗刚落下，奇迹就发生了，原本消失的手竟然完完整整的长了出来。骑士握住他的手，真诚地对他道谢。其他人也都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。阿胜自然不能厚此薄彼，直到把医院里的重症病人全都治了一遍，剩下的只有轻伤了。但阿胜还是直接用了一个范围治愈魔法，将轻伤的骑士也全都治好了。回过神来，看到霍格所长站在门口，阿胜有些不好意思，解释他实在没办法视而不见，必须回应大家的期待才行。下一秒就被所长揽进了怀里，没有人舍得责备这么努力的阿胜。所长称赞阿胜做得好，不过从那天之后，第2骑士团就和第3骑士团一样，把阿胜当成了真正的圣女。这天，所长告诉阿胜，宫廷魔导师团那边联系他，说准备好进行人物鉴定了。阿胜究竟是不是圣女，马上就要见分晓了。社畜和女高中生同时被召唤到异世界，但只有其中一个才是圣女。究竟是一到异世界就被百般宠爱的 GK， 还是被放置了好几个月的社畜姐姐呢？现在王国最强魔导师已经苏醒，一切终于可以见分晓了。去鉴定的路上，阿胜心里非常忐忑，其实心里隐隐有所猜测，自己才是真正的圣女。所长告诉他，以往圣女都会跟随骑士团一起同魔物战斗，从来没有战斗过的他不免有些担忧。而与他一起被召唤出来的女高中生艾良，则从一开始就在王室学院接受相关教育。可阿胜实在太喜欢研究的工作了，所长便答应他，如果测出来的不是圣女，到时候一定继续留在研究所，此时可能依旧需要上前线，毕竟能使用恢复魔法的魔导师实在是太少了。到了王宫之后，阿胜和所长直接带来了宫廷魔导师团。看到师团长后，尤利瞬间瞪大了眼睛，再看一看旁边的白毛副团长埃尔哈德，好家伙，你们魔导师长得都这么好看吗？也是这时候，阿胜才知道埃尔哈德竟然是霍克的哥哥。一切准备就绪以后，就可以开始鉴定了。阿胜闭上眼睛，努力放松，一声鉴定落下之后无事发生，但所有人都镇定地看着他。阿胜解释自己根本没有拒绝的意思，那鉴定失败只剩一个原因了，阿胜的魔力总量比团长还要多，事已至此也没法再鉴定了。团长只要去看一下阿胜施展治愈魔法的样子。阿胜不明所以的施展了一下，团长立刻发现了他身上的异常。他们普通魔导师的治愈只会让治疗对象发光，阿胜的治愈就多了发光的金黄色粒子。团长并没有直接说鉴定结果。在离研究所的路上，阿胜心情非常复杂，不管是发光粒子还是多出来的5成功效，都跟他的魔力有关。这种异常也只能用她是圣女来解释了吧。结果团长在向国王汇报的时候，国王和宰相还在嘴硬，因为艾良的状态也不正常。现在的情况是阿胜的魔力总量非常多，艾良的各个方面成长速度都远超常人。团长个人认为圣女应该是阿胜，毕竟艾良的魔力没有那种金色粒子，魔力引发的现象也不如阿胜。国王让团长先退下，跟宰相商量到底怎么办。这件事甚至还牵扯到了大皇子的王位继承问题。当初对阿胜进行放置 play 的就是大皇子，如果阿胜真的是圣女，那他在召唤仪式上的言行就是对圣女的大不敬。事已至此，只能尽力挽回了。国王决定将阿胜也重要的国宾礼遇，几天后邀请函送到了阿胜那里，先邀请他夜见国王。阿胜根本就不想去，找了各种理由都被传来官博会，而且要是不去，他们肯定以为自己还生召唤师的气，还会给所长带来困扰。阿胜只好勉强的答应下来。到了夜见那天，国王专门派人来接他，阿胜又回到了刚到王宫时住的地方，还有熟悉的侍女玛丽小姐。今天就由他带领侍女们为他梳洗打扮，经历了各种摧残的阿胜，最后穿上了特地为他准备的长袍。镜子里的阿胜简直就是被端木带去美斯特邦威的楚雨荨，他都不认识面前这个女孩了。一旁的侍女也是交口称赞，没想到就连霍克都来了，他是过来担任阿胜的护花使者的，会亲自护送他去往国王所在的大厅，并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，只是他个人担心阿胜一个人会紧张，特地过来陪他的。阿胜有些感动，霍克却发现了他今天的不同，直接开口称赞他和平时不太一样，但一样很美，就问谁能顶得住这种级别的帅哥直球。反正阿胜羞得满脸通红，霍克还上手抚摸他的脸颊。一旁的侍女一副磕到了的神情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两人出发去了大厅。一路上，霍克都不加掩饰地注视着阿胜。阿胜心里虽然害羞，但确实冲淡了紧张的心情。直到看到正襟危坐的国王以及两边列成2桌的各位大臣，霍克用眼神示意阿胜没关系的，然后回到了自己该站的位置。阿胜则独自来到了国王面前，国王从王座上走下来，郑重地为当初大皇子的无礼向阿胜鞠躬道歉。
国王的其他大臣也都跟着鞠躬，人家诚意都给这么足了，阿胜也不好意思不接受。当初他被召唤到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，还被放置 play， 之后又得知再回不去原来的世界，说不生气是假的。不过待了这么久，他也找到了喜欢的工作，还认识了许多有趣的朋友。就算无法释怀当时的事情，他已经喜欢上了这个世界，所以阿胜接受了国王的道歉。当然，道歉是一回事儿，阿胜来这里后立下了不少功绩，所以国王自然是要给予奖励的，也算是一种赔罪了。让阿胜对什么爵位金钱的都没兴趣，可要是不要点什么奖励，国王又会觉得还是没有原谅他们。想来想去，阿胜想起来自己想研究高等级的药水库，又没有资料，于是大着胆子请求国王让自己阅览禁书库。除此之外，还想系统的学习魔法，想要一位魔法老师，这要求远低于国王的预期，他自然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下来。当初对阿胜侮辱这件事就这么接过了。结果当事人之一的大皇子刚刚知道，虽然国王并没有当众承认阿胜才是圣女，但这个传言在王宫传得沸沸扬扬。再加上阿胜魔力的特殊性，基本上可以说是板上钉钉了。就这，大王子还嘴硬不承认，表示等时机到来，大家都会知道他的行动才是正确的，艾良会替他证明。而艾良只是满脸担忧地看着他。万万没想到，国王给阿胜安排的魔法老师竟然是尤利团长。毕竟关于圣女的情报是国家机密，越少人知道的能力越好。而团长本人想近距离观察一下阿胜的魔力做研究，而阿胜就心安理得接受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就要系统的学习魔法了，在讲解完理论知识以后，就可以开始实践了。团长抓起阿胜的双手，让他把魔力传送给自己。这张脸太有杀伤力，阿胜深呼了一口气，他勉强平静下来，想象着将魔力从掌心输送过去。收到魔力后，团长意味深长的哎了一声，还露出了不怀好意的愉悦笑容。果然如他所料，阿胜的圣术级魔力与他们都不相同，只是还无法确定多出的5成效力是否与这份不同有关。团长继续训练阿胜熟练魔力操纵，越是精通，发动魔法的时间就越会缩短。阿胜一次又一次的重复，速度却始终无法让团长满意，还说自己是手下留情了。这点阿胜倒是不怀疑。自从来到了宫廷魔导师团学习魔法，经常能看到普通魔导师被团长榨干的场景。不过团长觉得他做得到，那他肯定就是做得到的。想到这里的阿胜热血沸腾，非得把速度提上去不可。于是他想到了霍克，一开门就看到如此帅脸，杀伤力未免太大了。阿胜过来是想问能不能在骑士团训练魔法的，感觉直接实战给骑士们用治愈魔法应该更能抓到感觉。霍克自然是求之不得，答应后突然摸上了阿胜的脸，问他是不是瘦了点。阿胜说话都不囫囵了，瘦不瘦的他也不清楚，但是霍克的手再不撒开，他的心脏就承受不住了呀。看他阿胜这副不自然的模样，霍克忍不住笑了一下，随后将他介绍给了第3骑士团的团员们。其实大部分骑士跟阿胜都很熟了，这样训练了几年后，阿胜向尤利团长展示自己的训练成果，团长对他的进步速度相当满意。而阿胜正是因为担心到时让他上前线才如此努力的，生怕自己给骑士们拖后腿。而实际上，尤利对他如此严格的原因，只是单纯的想到各方面观察他的魔力罢了。当然，上前线是无法避免的，毕竟宫廷魔导师团里能用治愈魔法的人确实不多。团长本人更喜欢攻击魔法。刚好下次讨伐地点是上次让第3骑士团损失惨重的西边树林，尤利打算亲自带着阿胜跟团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，更重要的自然是为了研究嘛。除了工作魔法学习外，阿胜还安排了淑女教学，每次淑女之日都要被玛丽小姐紧紧箍住腰，再次跟李毅老师学习跳舞。结果这天正在学习的时候，霍克还跑来参观了。老师热情地邀请阿胜和他一起跳，霍克毫不客气地朝阿胜伸出手，两人跟随音乐的节奏开始翩翩起舞，期间一直不约而同地注视着对方。被霍克带着跳的阿胜比以往更加自然，让老师非常满意，当场宣布下个给他们俩过2人世界的时间。阿胜之所以被要求学礼仪，是因为社交界要开始了，这过好几个宴会都会在王都举办。阿胜作为圣女候选，自然会收到邀请，真的非常不喜欢这种活动。霍克看出来的不情愿，轻轻握住阿胜的手，表示如果他必须参加的话，自己愿意当他的护花使者。阿胜的脸瞬间就羞红了，仔细一想，反正也拒绝不了，送上门的护花使者不要白不要。几天后，玛丽小姐给他安排了新的礼仪课程，就是去参加邀请函上的茶会。阿胜换上礼服和玛丽小姐一起前往那位贵族家，万万没想到竟然是伊丽莎白。原来伊丽莎白是侯爵士的千金，阿胜是这才知道他最近太忙都没时间去图书馆。伊丽莎白想他了，并用这种方式邀请他做客。坐下来后，迫不及待地跟阿胜分享了最近听到的八卦，比如某个骑士团的团员已经把某位圣女当女神崇拜了。阿胜知道他这是在揶揄自己，只能跟着傻笑，好奇地问伊丽莎白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从异世界来的。伊丽莎白告诉他一开始就知道了，毕竟他的发色眼睛跟那位圣女一模一样。原来艾良读的王立学院就是伊丽莎白之夜贵公子千金读的学校。阿胜一直没跟艾良正面打过交道，就好奇地问伊丽莎白她过得怎么样。伊丽莎白看起来有些欲言又止，她之前跟阿胜吐槽过，需要了一个转校生，老是喜欢接近已经订婚的男性，这个转学生就是艾良。而那些已经订婚的男性中，还包括伊丽莎白的未婚夫大皇子。阿胜下意识地帮艾良解释，他们故乡对日本男女关系比较宽松，看艾良只是没意识到这个问题而已。而且在日本这个岁数就订婚的也没几个，更何况那些男性应该也会教他的。可问题就出在这里，伊丽莎白不知道该怎么跟阿胜讲，
就告诉他自己的未婚夫大皇子也在其中，然后代表大皇子向阿生道歉，这根本就不是伊丽莎白的错，阿生自然也不会怪他，但最该道歉的人却没来找他。大皇子究竟为什么迟迟不肯认错呢？同样是被召唤到异世界，差别咋有这么大呢？阿生被放置 play 不管不问，而年轻的女高中生艾良一现身就被皇子接走亲自调教。大皇子让下属艾良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被召唤到这个里，什么瘴气啊，什么魔物呀，什么圣女啊。艾良听得一脸懵逼，隐约意识到自己好像成了轻小说的女主角了。面前傲慢自大大皇子显利用他拯救这个世界，但艾良只关心自己能不能回到原来的世界，一听到不能，眼泪唰就下来了。大皇子看了也心疼，毕竟是他莫名其妙把人家从故乡拉到这里的，他需要肩负起安抚艾良的责任。可同样的，他作为大皇子，需要为这个国家的国民负责，他只能尽己所能给艾良最好的生活，还亲自带艾良去王都逛街。王都里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卫兵，看到大皇子吓得不敢动弹，等他离开之后才敢大喘气儿。最后大皇子把艾良带到了城墙上，俯视整座王都，问他觉得住的城市怎么样。艾良回答是个很漂亮热闹的地方，大皇子就表示有时候太热闹也很伤脑筋，最后为了维持秩序而刻意严以待人，尽管这样做不讨人民和士兵的喜欢，但大皇子依旧为这个国家尽职尽责。他需要圣女的力量，于是放低姿态，诚心诚意地请求艾良助自己一臂之力。解决完那些瘴气和魔力后，他一定想办法把他送回家。艾良感受到大皇子的真诚，他也希望帮助他，让国家变好。很快，大皇子安排艾良去读了王力学院。艾良在这里学习了各种魔法，接触了很多以前没接触过的事物。大皇子和他亲信对他也都很好，而这引起了他们未婚妻的不满。他们找艾良说的时候，刚被大皇子撞见，被呵斥了几句，以至于他更不喜欢艾良了。唯独的展露笑容的是一起避雨的女生，他刚想鼓起勇气上前搭话，那个女生就被朋友们接走，他们也没有问他需不需要一起回去。直到大皇子的亲信跑过来给艾良送伞，这时的艾良已经被淋湿了，不过他直接用魔法将自己弄干，连带着雨也跟着停了。这一番对魔力的细腻操作让那位亲信看呆了，看得艾良有些不好意思。其实艾良的成长速度已经相当惊人，但比起最近被各势力纷纷讨论的阿胜就差得远了。大皇子收到报告后气得不行，毕竟当初那个阿胜看上去太不起眼了，他直接把阿胜当成艾良的侍女或者乳娘，自己一国王子怎么可能跟人说这种话？没想到一时的狂妄造成了这样的后果，现在很可能被他冷落的才是真正的圣女，他把王室的脸丢尽了。二皇子肯定会借机打压他的势力，最重要的是艾良的处境会变得很尴尬，所以大皇子就这样继续下去，将所有锅揽到自己头上。另一边，伊丽莎白听了阿胜的建议后，就主动去找艾良，表示愿意和他做朋友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大步走来的大皇子呵斥，因为他要欺负艾良。伊丽莎白解释自己没有恶意，他也不相信。可能二皇子也走了过来，打了声招呼，带着艾良直接离开了。晚上，艾良反复想起伊丽莎白那时的笑脸，觉得继续聊下去，说不定他们真的可以成为朋友。既然如此，下次就由他主动开口吧。如果不小心穿到异世界，一定要记得以搞事业为主。在艾良为各种少女心事烦恼的时候，阿胜已经开始研究比高级药水更厉害的药水怎么做了。他现在可以出入禁书库，这里的资料果然更多一些。在他专心致志查资料的时候，伊利团长突然凑上来问他想杀谁，因为阿胜看的是毒草的记录，但是他想知道更厉害的药水。尤利告诉阿胜，其实植物有微量的魔力，阿胜做出药水多出50%的功效，应该是制作时关注的魔力性质和其他人不同。如果让草药也带上他的魔力，说不定就成功了。从那天后，阿胜开始研究如何草药带有自己的魔力。首先是试图给浇草药的水注入魔力，但怎么尝试都不成功。他想起来前世玩的游戏有个道具叫圣水，说的圣水需要进行祝福，就得跑去请教尤利有没有这种东西。可尤利完全没听说过。不过传说中的圣女之术倒是能歼灭所有魔物，故意把这个话题引出来，就是为了让阿胜对圣女之术感兴趣。回到研究所后，阿胜继续对一些药草研究，所长听说就跑来看他的研究成果。阿胜把剩下模仿了的植物上面，还是没能让他们拥有自己的魔力。两人聊到了圣女之术，几乎所有魔法都被明确记录下来该如何发动，圣女之术却毫无记载。所长猜测，说不定是历代圣女的发动方式都不同，所以才没办法把方法留下来。也就是说，一切还要阿胜自己琢磨。等所长离开后，阿胜又去了庭院，看到满天的星星，现在难得想起了从前的世界。毕竟在这个世界一直过得很快乐。阿胜脑海中一一闪现来这里交流的朋友们，他想成为这些人的助理。想到这里，胸前忽然亮起金色的光芒，紧接着涌出的发光粒子落到了植物上。阿胜本能的将粒子全都清扫了出去。这时注意到动静的所长匆匆赶了回来，看阿胜这副模样，知道他做了不得了的事情。被清扫了魔力的药草，就能让别人来做药水，也能多出50%的功效。只是那之后，阿胜怎么也使不出来了。所长告诉王宫那边，要求他以回复人的身份参加讨伐。阿胜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如果能在森林里发现没见过的药草就更好了。出发那天，霍克特地过来接他，万没想到连尤利也在马车里。尤利也听说了阿胜那天晚上无自觉发动魔法的事情，求助于立马上来缠着阿胜问题句情况，得知阿胜自己也不知道，就失望无比。到了傍晚，他们才到达目的地。
霍克发现阿胜头上戴着自己送他的发饰，心里不可谓不开心，杀起魔物都更有劲儿了，几乎没有尤里团长出手的机会。而且因为阿胜在这里，魔物都变得更稀少了，他们只能继续深入森林，却没注意到刚离开那地方就出现一团黑雾，越往里瘴气越浓，而浓重的瘴气也生成了更多魔物。霍克尤里对视一眼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惊叫，回头一看，竟然是一只沙罗曼达。对方直接朝面前的2个骑士喷火，阿胜立刻为他们撑起屏障。尤里称赞他的姿势真不错，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赶紧把魔物解决了。瘴气类的魔物群听到动静也包抄了过来，他们被两面夹击。尤里当即使出火焰魔法贯穿2只魔物，转身运用吐息魔法刺死了几只。霍克则被沙罗曼达缠上，举起长剑跃而起劈砍了下去。触碰到沙罗曼达的皮肉后，注入冰系魔法强化剑刃，总算将沙罗曼达的尾巴砍下。阿胜也赶紧集中注意力为大家治疗。没想到沙罗曼达突然知道放出火焰，好在关键时刻他短而的发饰放出一堵冰墙挡下了攻击。出于担心而冲过来的霍克却被魔物咬断了长剑，而后一口咬住了他的肩膀。情急之下，阿胜体内涌现出强大的魔力，转瞬之间就将魔物全部消灭，瘴气也跟着消散。霍克和阿胜满脸震惊地看着对方，其他人则开始欢欣鼓舞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圣女之力吗？面前的男人露出了小腹要吃掉阿胜的表情，使得阿胜连连后退，你不要过来呀！霍克看不下去，让尤里适可而止。而刚才阿胜爆发出的魔力，连他的肩膀都治好了。他安慰阿胜不用太过担心，他就是他，是任何事都无法改变的。阿胜使出圣女之术的事很快传遍了王宫，阿胜自己在考虑要不要跳槽去宫廷魔导师团就业。所长当然不肯放人，一番会后，阿胜还是留了下来。虽然已经用了2次圣女之术，可实际上阿胜还是不清楚触发条件。尤里也不能强人所难，准备送阿胜回去，结果半路上居然遇上了一场大战，是大皇子和他的未婚妻伊丽莎白在当众争吵。艾良则被大皇子和他的亲信护在身后。伊丽莎白只是觉得大皇子继续这样过度保护对艾良不好，大皇子却说是伊丽莎白在带头孤立艾良，都给伊丽莎白气无语了，更何况还是阿胜的朋友。看到大皇子的区别对待，自然要帮阿胜说话。没想到大皇子口出狂言说阿胜是假冒的圣女，讨伐什么的也是台面上假装参加。就在这时，艾良注意到了阿胜，众人的目光立刻转移到他身上，而尤里见势不妙竟然跑路了。阿胜只能硬着头皮跟大皇子和伊丽莎白打招呼，这大皇子居然还对他动手，好在霍克及时赶到制止。尤里则是去把国王给请了过来。大皇子当初对圣女不敬，就算是皇子也难免受责罚，他却跟父亲叫板，依旧坚称阿胜不是圣女艾良才是。但无论是霍克团长还是尤里团长，可以为阿胜作证他能完成圣女的职责，艾良到现在却一件功劳也没有。国安弗拉圣表示就在跟他报告结果，最后将大皇子和伊丽莎白一起带走。在国王面前，大皇子承认了自己的过错，是他的自大把艾良架在了火堆上。既然这么一闹，大家都知道艾良不是圣女了。大皇子希望国王能给予艾良自由，没错，这就是大皇子一直装疯卖傻的目的。国王也心知肚明，答应大皇子的同时，在那儿给他惩罚，除了禁足以外，还要把艾良给2皇子照顾。伊丽莎白也看明白了大皇子良苦用心，他的行为越是偏颇，对岸来的非难就越少。大皇子高傲死不承认，只拜托伊丽莎白好好照顾艾良。几天后，伊丽莎白邀请阿胜、艾良一起开茶会，这是2个老乡第一次正式交流。现在艾良已经不被认定是圣女，他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。阿胜就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。已经爱上魔法的艾良还想继续学下去。阿胜建议他可以加入宫廷魔导师团，毕竟艾良在魔法上的天赋还是可圈可点的，说不定以后还能跟阿胜一起上课。这段时间在阿胜的协助下，王都周围的魔物几乎已经被清理完了，接下来就是处理各个贵族领地的申请了。其中最紧急的是克劳斯纳的领地，那是药草的一大产地，当地受到魔物的危害，药草产量严重下滑。这问题影响到了阿胜所在的研究所，最近送来的药草都不够了，所以霍克这的命令要带领第3骑士团前往克劳斯纳。今天研究所串门的时候告诉了阿胜，说2周后出发。阿胜当即表示自己会尽快准备好。所长也懵逼地问他，你准备啥呀？你也跟着过去啊？你这也太主动了吧？把阿胜说的都不好意思了。但是听说了克劳斯纳是药草产地后，他是真的想去。这都这么主动了，霍克怎么可能舍得拒绝？保证一定会好好保护好他的。想想自己来到这个异世界就一直受他们关照，阿胜忍不住向2人真诚道谢。能够遇见这些人真的是太好了。圣女大人终于走出了新手村，开辟了新地图，和第3骑士团一起来到了克劳斯纳里。刚到地方喝了个茶就被惊艳到，据说是克劳斯纳特有的一种香草，而且这里的药师基本都有代代相传的药水，说不定阿胜真在这里找到比上级药水更厉害的药水呢。晚上领主设宴招待了霍克和阿胜，还从王都学来了用草药进行料理的方式。得知阿胜也是药师后，领主还想让他介绍自家药师认识。刚好骑士团这几天在附近调查，并不是直接讨伐行动，阿胜们准备认识一下领主说的药师，再找一下以前没见过的药草。第2天，领主带阿胜去了城里最厉害的药师克丽娜那里，克丽娜让他帮自己一起制作药水，一边做一边想。阿胜让他见识一下圣女的效率，不知不觉做了这么多。克丽娜意识到这个圣女的药剂方面绝非花架子，终于愿意和他聊深一些了。
就在这时，一个佣兵团长来拿药水，那健硕的肱二头肌瞬间吸引了阿胜的注意。听说佣兵团等会儿就要出发，克琳娜便将阿胜做的药水给了他。团长热情地跟阿胜打招呼，自我介绍叫莱昂哈特。阿胜刚伸出手就被对方狂放的拍肩，毕竟他也不知道阿胜是王多来的圣女。经过了一天的相处，克琳娜确认阿胜是当之无愧的圣女，晚上就汇报给了领主。领主只想知道他能否祝福天地，这点克琳娜还不知道，只是听说阿胜在研究草药时见过金色的魔力，跟他们手上一本日记上记载的一样。按照阿胜对药水的兴趣，克琳娜建议直接把药师大人的日记拿给他看，他自然会主动调查祝福一事。两人将领子的希望全都寄托在阿胜身上，阿胜本人对此一无所知。这几天一直跟克琳娜交流药水的相关知识，在聊到比上药水更厉害的药水时，克琳娜故意卖了个关子，让阿胜跟自己进了一个房间，拿出一本日记递给他。这片领地是被称为制药祖师药师大人留下来的，于是接下来一整天，阿胜都在这里读日记。上面说，有一年克劳斯纳干旱异常严重，土地枯竭，贵重的药草和粮食都没了，很快又发生了瘟疫，药师大人最喜欢的弟弟也染上了病。精细入分的药师大人开始进行了研究，总算知道了药的做法，可是却无法培育需要的药草，除非能让土地变得丰饶。眼看弟弟一天比一天虚弱，药师大人不断祈求弟弟活下去。就在这时，金色的光芒洒遍了田野，一段时间后，土地药草作物就重新长了出来，饥荒得到了缓解，瘟疫也被消除，这场灾难终于要结束了。药师大人将那股魔力称之为祝福。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阿胜自然而然想起了自己那股金色的魔力，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在喊有没有药水。阿胜便跟着他跑去了中央广场，看到了伤痕累累的佣兵团，好在大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有一些重伤的。阿胜就为他们施计了治愈魔法。团长看他会魔法后，就告诉他骑士团那边应该也需要。阿胜一听骑士团也出事了，就立刻以范围魔法治好了所有人，就匆匆往领主府邸跑去，生怕霍克出现一点意外。没想到真的看到了被骑士团围着靠墙坐的霍克。阿胜扒开了人群，霍克浑身是血的靠坐在那里，他以为霍克受了重伤，情绪一似的上来，体内再次爆发出金色魔力。结果听到阿胜的声音，霍克赶紧抬起头，然后站起来，这下尴尬了。原来霍克身上都是魔物的血，他一点伤都没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圣女之术会在这个时候发动呢？联想上一次在西边森林和这次的相同点，阿胜心里隐有了猜测。没错，都是因为霍克呀。而且药师大人在日记里也说过，圣女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。阿胜一个接着一个喊着自己认识人的名字，前面的无事发生，直到霍克大人出口，体内瞬间涌现出金色魔力。这个让他可如何跟大家解释呢？他的圣女之术必须想着霍克才能用出来。不过他很快就安慰自己，反正只要单纯工作就没事了嘛。接着跑去找克琳娜，说想进行祝福的研究实验，想着霍克的眼将金色魔力撒进花盆中，不知不觉一整架的花盆都被安排上了。这时那位佣兵团长又来了，一来就邀请阿胜加入他的佣兵团，觉得阿胜会治愈魔法的话，天天在这里做药水未免太浪费了一切。克琳娜直接替阿胜拒绝。刚好过来找阿胜的霍克一听，竟然有人要敲我的墙角，冷着脸看团长们在想干啥。克琳娜赶紧拱火告状，这人刚刚在挖阿胜进佣兵团哦。于是这时候团长才知道阿胜是王多来的圣女。克琳娜拽着团长的耳朵把人拽走，给人家小情侣留下单独相处的空间。霍克是想告诉阿胜，他们马上就要正式讨伐了。阿胜一想到消除沼泽需要圣女之术，而使用圣女之术就要想着霍克，脸瞬间红了起来。几天后，骑士团和佣兵团整合了一下，带上阿胜就一起出发了。当然，阿胜是要坐马车的。让他上车的时候，霍克久久不愿意撒手，吃人家圣女大人的豆腐是吧？把阿胜羞红了脸。到了森林之后，团长过来和霍克打了声招呼。霍克一看到这个挖墙脚人是没好脸色，不过毕竟是要跟人家合作讨伐的，大家一起不断深入森林，没注意到身后史莱姆时不时出现。一路上都没什么危险，阿胜甚至有心情欣赏森林的美景。但有个队员突然过来，发现了史莱姆的痕迹。史莱姆算是非常棘手的魔物了，毕竟物理攻击对他们几乎无效，基本只能用魔法解决。不过最起码说明他们的方向是正确的，坦生瘴气的沼泽应该就在前面，来都来了，当然要一举消灭。霍克拍板继续前进，而面前史莱姆的痕迹越来越多，终于前方出现了大量的史莱姆群，几乎瞬间将他们包围了。这东西速度极快，其中一团直接朝阿胜射过来，幸好霍克及时展开兵之平场，可这东西被打散后落下来在他身上也会造成伤害。阿胜就施展圣女之术为大家净化，但是越来越多的史莱姆出现，甚至逐渐汇聚成了一大团。没想到下一秒，那些史莱姆突然被火焰龙卷消灭得干干净净。尤里团长带着宫廷魔导师团前来支援了。来看帅哥撒娇。从森林回来以后，阿胜继续实验祝福，被尤里看到就跑来质问他什么时候掌握了圣女之术，为什么告诉自己霸凌，你这是赤裸裸的霸凌。阿胜赶紧转换话题，说起自己的研究。没想到尤里和克琳娜相谈甚欢，不约而同地把阿胜当成了工具人，让他直接拿田地做实验。一天下来，阿胜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掏空。就这尤里还不满意，现在魔法发动的太慢。阿胜解释发动那个需要做一些准备，至于什么准备他可就不能说了。尤里也不勉强。这时霍克过来找尤里确认新的讨伐行动的参与名单，
上次他们没能消除沼泽，这次有宫廷魔导师团协助，一定要成功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众人就再次出发了。在大家的默契配合下，普通魔物已经无法对他们造成伤害了。但越往前，史莱姆就越多，瘴气变得越来越浓。等他们又被史莱姆包围后，尤里士魔法师们大显身手，阿胜就专门为大家治疗。而霍克为了保护他，不小心被史莱姆落到身上，瞬间腐蚀了一大片。尤里赶紧将对史莱姆打落，没想到史莱姆又合成了一头魔熊，而且随着他们逐渐靠近沼泽，那些魔熊居然一头接着一头从沼泽里爬出来。只是这个距离，阿胜没办法保证圣女之刃能覆盖到。尤里和霍克只能带大家继续前进。眼看越来越多的队友陷入危险之中，阿胜实在没办法专心施展圣女之术。看到霍克遇险，毫不犹豫地跑过去，在危急关头，尤里不得已使出了 AOE 攻击炼狱。一瞬间，所有魔熊都被熊熊的烈火燃烧包围，可森林也紧跟着烧了起来。尤里提醒阿胜赶紧的自己继续斩杀魔物。就在圣女之术即将施展出来时，有一头魔熊靠近，霍克立刻挥刀将对方斩杀，然后回头给了阿胜一个鼓励的眼神。终于，大规模的金色魔力涌了出来，沼泽林中一些魔物全被净化，然而那么美丽的森林却无法恢复了。晚上阿胜还在想这件事，霍克让他早点休息，可被他送回帐篷离开时，突然转身问阿胜是不是有什么在意的事。阿胜不知道该怎么说，霍克并握住他的手，告诉他，虽然自己是替国王鞠躬尽瘁的骑士，剑已经献给了国王，但如果可以的话，他希望自己只是一个守护阿胜的骑士，为他实现心愿。阿胜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第二天凌晨，佣兵团长就回到了昨天的战场。这片森林是生态养家的故乡，没有人比他这个本地人更难过的了。没想到的是，阿胜霍克也回来了。看着被烧毁的花草树木，阿胜闭上眼睛开始祈祷。尤里立刻凑上来想近距离观察，阿胜说会影响的，他赶紧退后。意识到阿胜有些紧张，霍克走过来握住他的手鼓励他。很快，金色的光芒笼罩了两人，阿胜也说出了自己的心愿，希望森林复苏。下一秒，金光不断的扩散，被金色粒子洒满的森林竟然转瞬恢复成了原本生机勃勃的模样。团长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阿胜却因为力量使用过度而倒了下去。再次苏醒，竟然是在霍克的怀里。后门太郎一脸磕到了的表情，最后两人手牵手一起在森林漫步。几天后，阿胜他们的任务结束，也该回王都了。阿胜告别了克琳娜和团长后，坐上马车和霍克肩并肩，而他们的故事还将开启新的篇章。